你想象一个画面哦，清晨的公园里，空气微凉，有一位可能已经练了20-30年太极拳的资深学员，这种场景在台湾蛮常见的。对，然后你看他打套路，那真的是行云流水，起势稳如泰山，云手画得又圆又顺，单边也伸展得非常漂亮。旁边路过的人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人功夫超深厚。没错，视觉上根本无懈可击嘛。但是，如果你现在走过去，请他先停下来，不要打套路了，你们只是轻轻的搭手，就是肢体轻轻接触一下这样。对，搭手。这时候你只要稍微给他一点点推力，一个反差极大的瞬间就会出现哦，他的身体会立刻变硬，瞬间僵掉。没错，肩膀瞬间紧绷，胸口不自觉地顶出来，手开始死命地抓，脚底在地上死死地用力，哈哈，1秒钟从太极变成了拔河。真的是拔河。我就在想，为什么30年的修炼会在接触到压力的那1秒钟之内瞬间彻底瓦解？这个极大的反差，其实就点出了我们这次深度探讨最核心的命题。也就是说，在太极的修炼里面，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你不会，不然是什么？是你以为自己会了。不会的人，他身体还有空间去学习嘛？可是以为自己会了的人，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被一种虚假的熟悉感给锁死了。哇，虚假的熟悉感。为了搞懂这个现象，我仔细翻了你带来的这叠资料。这里面有现代武术生物力学的论文，还有几百年前王宗岳他们的太极古拳谱，甚至还有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笔记哦。对，关于本体感觉跟惊吓反射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哦，就是要剥除太极拳那些神秘玄学的外衣。没错，不谈什么气功发电啦，也不谈武侠小说的情节，就是要从这叠跨领域的资料里去拆解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太极拳的套路原本应该是一张很珍贵的身体地图，对吧？它到底是怎么退化成一场失去灵魂的视觉表演的？要理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必须先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搭手就硬？其实一个人会打套路，跟他身体真的懂太极，这完全是2套不一样的神经回路。等等，完全不同吗？对呀，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时候，你可以靠大脑的运动皮层，很精准地控制手去画出完美的圆。可是当外在的压力，比如别人的推力真的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身体会有什么反应？你身体底层的动物本能，就是那个杏仁核驱动的战斗或逃跑反射，会瞬间切断你原本很优雅的动作计划。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常理。如果这个人每天早上都在公园练2个小时，练了整整30年哦，难道30年的时间，大脑还没办法复写一个本能的反射动作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了。人类其实非常擅长透过镜像神经元去模仿外形的角度跟速度。就是看着老师打，然后跟着做娘。对，你可以对着镜子完美复制老师的手指角度、转腰的幅度，甚至是他脸上那种气定神闲的表情。听起来很厉害啊。可是这种视觉上的模仿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处理外力的本体感觉神经连结。你知道大脑的惊吓反射是要求肌肉缩收来保护骨骼的，所以一紧张，肌肉就缩起来了。没错，这会导致你的重心上浮，筋节锁死。如果你平常练习从来没有去重塑这套神经反射，那你30年的练习其实只是让你成了一个外观看起来像太极大师的普通人而已。哇，外表是大师，里面还是个普通人。一旦压力来袭，接管身体的依然是那只惊慌失措的猴子。形容得非常贴切。但如果单纯模仿外观不但没用，还会让人陷入这种视觉上的自我欺骗。那几百年前发明这些复杂套路的前人，不就等于给后代挖了一个大坑吗？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当初设计这些动作，总不会是为了发明一套清晨的高级广播体操啦。那不然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回到古拳谱的脉络来看，套路从来就不是坏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容器，
或者说是一张用来保存前人智慧的精密地图。也就是说，里面藏有玄机。对，因为古人遇到了一个传播上的巨大难题，他们要怎么把那种身体内部的精微感受，还有力学结构传递给下一代？确实很难，因为文字的描述是有极限的。就像你资料里提到的那是术语，什么朋、履、己、按，还有中定，一般人看字面绝对是一头雾水啊。没错，以太极拳最核心的掤来说，很多人以为那就是用手去挡、去撑开对方的力道。不然呢？难道不是用力撑吗？从生物力学的笔记来看，掤根本不是单一肌肉的收缩，它是一种张拉整体的结构。张拉整体，这听起来很建筑学。对，它要求你的骨骼排列必须非常精准，让关节囊像充了高压气的轮胎一样，向四面八方均匀膨胀。这种状态下，是身体的筋膜网络在代替肌肉承受外力。哇，所以根本不是靠手臂那几块肌肉在运顶。那中定呢？中定也不是像一根木桩一样死死钉在地上，它更像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仪，在动态里面随时保持平衡。这些内务动力学极度复杂，难怪文字写不清楚。所以前人才巧妙地把这些力学逻辑全部藏在一个接一个的套路动作里。完全正确。这样梳理下来，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其实就像是我们在学开帆船，套路就像是一艘停在陆地旱屋里面的教练船。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在这艘根本不会晃动的船上去学每一根绳索的位置，每一面帆的升降顺序。这艘旱屋里的船就是那张地图。是的，它的每一个转身，其实都在教你不靠蛮力去转换重心；每一个开合，都在引导身体从内部深处展开。这个帆船的比喻非常精准，只要有明眼人带着你走，这张地图确实可以带你一步一步解锁身体的潜能。可是这就带出一个巨大的矛盾啊！既然这张地图这么完美，藏着这么多高级的密码，那为什么现代这么多人手里拿着同一张地图，每天在旱屋里练拉绳索？结果一下水就翻船。对啊，只要遇到真正的对手，给一点压力，整艘船立刻翻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让这张寻宝地图变成了一种纯粹追求好看的体操？根本原因其实只有4个字，就是失去校正。失去校正。对。这张地图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懂得看地图的老师，或者是有外在的真实阻力在旁边不断给你进行非常残酷的校正。这不是自己练的爽就好了。在传统的训练里面，老师看你打拳，根本不是在看你的姿势优不优美，他是在看你的肩膀是不是在偷偷紧绷，你的胸口有没有因为想要用力而顶出来。膝盖有没有被错误的重心扭压到？甚至你的呼吸是不是憋住了？所以当这种真实的校正消失了，太极拳就只剩下空壳了。没错，这等于是说，每天拿着那张寻宝地图，用最漂亮的画笔把它描摹得完美无瑕，线条利落，色彩鲜艳，但从来没有踏出家门去实际走过那条路，然后就深信自己已经是个探险家了。这太讽刺了吧？正是如此，当校正消失，你其实只是在镜子前面不断重复而且强化你旧有的用力习惯而已。哇！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陷阱，那就是太极拳的语言。语言？你是说那些非常优美的术语吗？比如松、沉、圆、活，还有那句被大家奉为圭臬的“用意不用力”。对，就是这些。这些词汇在古拳谱里面其实是非常精准的状态描述。原本是好意，可是当现代的练习者缺乏真实的身体验证，也就是没有下水航行过的时候，这些完美的词汇立刻就会变成口号的陷阱，甚至变成一种掩盖自己无能的遮蔽物，对吧？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认知失调的状态。你说说看。我们来模拟一段很常见的对话。你问一个练习者说太极到底要怎么练，他就会一脸深沉地说要松，对，一定要松。然后你接着问那要怎么松，他就会说你要用意不用力啊。如果你继续追问什么是用意不用力，他可能就会搬出心道、意道、气道、力道
这种听起来毫无破绽的逻辑。听起来逻辑完全自洽，对吧？但在这层层叠叠的口语论述之下，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改变吗？完全没有啊，一点也没有。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这已经变成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安慰了。因为我会背这些口诀，我能讲述一套完美的哲学逻辑，我的大脑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做到了。但身体是很诚实的。对啊，身体是不会被年资或者口号给说服的。一搭手，别人的力量一压上来，你是紧绷还是放松，物理法则立刻就会逼你的身体说实话。这就解释了资料里面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练了10年、20年套路的人，他的处境反而比初学者更危险。比初学者危险，为什么？因为熟练本身如果没有经过校正，它就是一颗裹着糖衣的毒药。熟练反而是毒药，这听起来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熟能生巧的认知。诶，如果不追求把套路打得熟练，那我们到底在练什么？你想哦，当你对一套动作极度熟练的时候，大脑会自动放松警觉，进入一种自动导航的模式。哦，就不经大脑了。对，你不再需要思考下一个动作，你就沦为一个单纯播放身体记忆的机器。表面上穿着飘逸的太极服，心里想着我这个动作要打得行云流水，还有打手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输。结果外面披着太极优雅的外衣，身体内部却塞满了所有的旧习惯跟干扰，比如腰部像铁板一样硬转，脚趾在鞋子里面死命抓地，怕失去平衡，连下巴都是紧绷着准备发力的状态。表面上在练太极，实际上是用太极的空壳去保护并且滋养那个原本就充满僵硬跟对抗的动物性身体。这太可惜了。是啊。但问题来了，如果套路容易让人陷入自动导航，口诀又会变成自我欺骗的幻觉，那我们干脆把套路跟口诀都丢掉算了，直接每天找人对打推手，在真实的对抗中学习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死抱着这张地图不放？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条件。但如果我们直接抛弃套路去对打，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怎么说？因为在极高压的对抗里面，如果你没有预先建立好那套精密的内部力学结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张拉整体，那个轮胎膨胀的感觉。对，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唯一能依赖的就只剩下动物性的蛮力了。你会直接退化成一个街头搏击的本能反应者，就变成乱打一通了。没错，那样你永远无法触及太极拳那种以4两拨千斤的力学境界。所以套路还是必须的，它是建构新神经回路的地基。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套路本身，而是在我们怎么使用它。没错。好，既然不能丢掉地图，又不能盲目的把地图画得漂亮，那根据这些力学跟神经科学的资料，真正的练法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该怎么把这张死板的地图变回活生生的导航？这里面的核心解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变成一次严格的内部核磁共振扫描。哇，不是把套路打完就算了，而是在动作中进行内部扫描。绝对不是打完就算了。我们用太极拳里面最著名的云手来当例子好了。好啊，很多人的云手就是手在空中画2个漂亮的圆圈，觉得自己很飘逸。但真正的练法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每1秒钟，都要去追踪身体内部的动力链。要怎么追踪？你要不断问自己，这股力量是从脚底板与地面的反作用力开始的吗？力量传递到膝盖的时候，关节有卡死吗？传到骨盆的时候，胯关节是松开的吗？连手臂也要检查，对吧？对，你要检查你的手臂是被重心的转移给带出来的，还是肩膀又抢着主动发力了。我懂了，如果动力链上的任何一个关节有紧绷，力量的传递就会断掉。这样一来，套路就整个活过来了。没错，它不再是一个规定你手要放哪儿、脚要踩哪儿的死板顺序了。它变成了一个极度敏锐的校正系统，每一招每一式其实都是在逼问你自己，
每一次开合都在问你，你现在是真的从身体内部展开，还是只是在摆一个好看的姿势？对，每一次转换重心都在问你，你是真的把力量沉下去了，还是只是假装放松？完全正确。太极拳从来不是要把动作做得很像，而是要让这些经过前人千锤百炼的力学结构来教育并且改变你的神经与身体。让动作来教育身体。对呀，如果你只是把动作做像，那你练得越久，只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熟练的表演者。但如果你让动作来改变身体，不断剔除那些多余的肌肉紧绷，那会怎么样？练得越久，你在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就越不需要靠硬撑来证明自己。你会拥有真正的结构强度。哇，聊到这里，我觉得这份资料给我们的启发，早就已经超越了武术的范畴了。哦，你说说看。你发现了吗？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拆解太极拳的来源、神经学跟力学，但这其实完全就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啊。蛮有道理的。像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领域，是不是也都只是在表演一个想象中正确的姿态？比如在职场上表演游刃有余，在人际关系中表演情绪稳定。对，我们学了一堆沟通的套路和自我成长的口号。没错，表面上看起来行云流水，但只要稍微遇到一点真实的批评或压力，就像是被人轻轻搭手的那一瞬间，防卫机制立刻全开。对，内心紧绷的要命，瞬间就把沟通变成了拔河。所以下次当你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时，我希望你问问自己，我现在是真的放松在应对，还是我只是在硬撑着一个好看的姿态？这是个很棒的反思。问题从来都不在于外在的套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自我校正的勇气，并且傲慢地以为自己会了。确实，这真的是这份资料能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反思。而在我们这次探讨的最后，我想从这些古拳谱与现代科学的交集中，留下一个悬念，让你慢慢咀嚼。什么悬念？既然我们今天拆解了这些迷思，知道太极不是靠肌肉的蛮力抗衡，也不是靠神秘的玄学，那么当一个修炼者真的透过严格的校正，把身体里所有多余的干扰、紧绷，还有那种想赢的动路性应力全都卸除之后，把这些都丢掉之后，还剩什么？对，当他只留下最纯粹的骨架排列跟筋膜张力时，太极拳里常常提到的那种强大、深不可测却又纯粹的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哇，劲！是啊，当我们不再用力，反而产生了最强大的力量，这究竟是物理学的奇迹，还是人类对自身潜能的终极掌控？这个巨大的空白，就留给你在生活中亲自去体会与探索了。